大家好，我是牧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家庭系统排列。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实际上是稍微有一点点危险的，因为家庭系统排列在心理学当中它是一个专有术语，但实际上呢，它又是心理学当中的异类。主流的科学界对它讳莫如深吧，但是有的人呢又是又爱又恨。恨的人呢就觉得它是一个现代版的跳大神，好像说不出原理来，也没有办法用这个双盲实验来解释。但是爱的人呢会觉得你不用跟我讲道理，你确实有用，它解决的问题呢非常的快，有一些困扰我几十年好长时间解决不了的问题，居然就花短短的时间在一个场域当中就能够完全的解决或者改变。所以如果我们觉得人生有一些不顺利，特别是莫名其妙的倒霉，总是陷入一种重复循环的一种感情模式当中，那这期视频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认知，甚至它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我觉得我自己是有自由意志的，但实际上我可能是在一个家庭的这个巨大的系统当中身不由己的去做家人的妻子。这蛮有趣啊。我们先讲一个真实的场景，这个场景呢是收载在家庭系统排列当中的经典著作当中的。我们先抛开已有的这个认知，就放空我们自己，就看一看这个故事哈。首先呢，它是营造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它像一个封闭的工作坊，里面呢大概有20-30个人聚在一个地方，然后呢中间会有一个空地，叫做场 field。这个案例当中的案主呢，他是一个来自于德国的中年男性。来的时候呢，他那个腿啊是一瘸一拐的，就是腿不太好。那么走路一瘸一拐的过程中呢，他还觉得非常非常的痛，叫幻痛。听过吗？没听过。就是幻痛是说我明明很疼，但是我去医院当中去拍片子去查，做核磁共振、X 光，就是生理结构是正常的。就我们以前聊天，当时有个朋友，他父亲也是肝疼，去医院当中无论怎么拍片子，实际上是正常的。我之前还认识一个医生，他的爱人也是常常身上觉得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然后也查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就找不到原因，但是就是很疼，我们叫幻痛。那么因为这样的疼痛非常的痛苦，他们就吃各种各样止痛药嘛。因为他没有炎症，也没有骨折，神经也是好的，你吃止疼药是没有用的。那人又非常的痛苦，所以呢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就想着，那我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就找到了这个家庭系统排列的现场，来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之后呢，导师就问他，那你今天到底想治什么？他就说啊，我就想知道我这个腿怎么这么疼痛，就疼痛到我的日子都不想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说导师要怎么办？是把脉呢，还是做心理咨询呢，还是去问话呢？都没有。他怎么弄呢？就是说他指着围观的人群说，你们谁过来，就凭感觉啊，你从这个当中去挑一个人，他可能就代表你的祖父。那么他就选了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实际上是一个陌生的，他不认识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那么他不认识这个案主，那么案主也不认识他，互相也不知道名字，他也不知道这个案主的祖父到底是谁，反正就是被随机选中，然后就把他推到了这个场地的中间，就叫场。那起初到了这个场中间的时候，小伙子会觉得有点尴尬，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干嘛，甚至呢觉得好笑。但是呢旁边的人去引导他是不会说话的。就在这样的过了几十秒，全场的氛围就渐渐开始变化了。这个小伙子站在这个地方，刚刚开始是正常，还带点嬉皮笑脸的，但是慢慢就开始流汗，就脸色开始就渐渐发白了。然后紧接着他的身体就开始剧烈的颤抖，就像是冰天雪地，你大冬天的时候站在那个室外的感觉，就人冷的打哆嗦的那种状态。这有点神奇啊。然后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忽然就大叫了一声大叫了一声，撕声裂肺的惨叫。惨叫完之后呢，这个小伙子就像是被别人打了一拳或者是击中了一样，他就摔在地上。摔在地上之后呢，他两个手就紧紧地抱着他的右腿，然后在那个地方非常痛苦地翻滚，同时发出那种哀嚎，就像是这个人马上就要死掉的那种哀嚎，非常非常的痛苦。那这个时候旁边的人看了就很费解，到底怎么回事？但是这个当事人的案主，他一边看他一边在流泪。那你说为什么他流泪呢？他就告诉导师说，他的祖父是当年的2战士兵，他是在参加那个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这个大雪当中，被那个炮弹就炸到了他的这个右腿，炸断了。
而且当时因为没有这个医疗条件，无法救治，他就在这种极度的寒冷、极度的疼痛当中，就是慢慢的煎熬而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看到那个小伙子完全不认识，但是就像他当年祖父的样子一样，就是倒下的那个状态，捂的那个位置，而且他那个颤抖就像是被冷的颤抖一样，跟他祖父当时死的那个死状描述是一模一样的。为何会产生这种变化？对，那你说这个是通灵，还是鬼上身，还是什么集体催眠？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第一次没有接触到这个领域的话，会觉得就没办法解释嘛，是迷信。但实际上如果你深入去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种类似的现象在过去几十年，在成千上万的家庭当中每天都在上演。你给他们一个移动，一个推动。就它是可重复的，别人有重复去经历的，它不仅能够把你身上的这种疼痛能重现出来，而且甚至能够让当事人去发现，原来这个家族当中曾经有一些隐瞒的秘密，比方说堕胎，比方说谋杀，比方说背叛、私生子，都能够展现出来。就是你只要选一个代表，不是当事人哦，站在那个位置上，这个信息好像自动就跟他连通了，他就会表现出你家族当中的某一个人物的一些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主题，就是家庭系统排列。我们以前总是觉得人是有独立的个人命运的，但实际上你从家庭系统排列的视角来看，你会发现它可能只是家族这个命运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我相信有很多观众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哈。我们在讲这些抽象的概念之前，我可以先帮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比方，因为一讲这个排列，讲这个场，大家听了就很晕。那我们用个什么比方呢？就是它有一点像一颗风铃，你可以想象一下，比方说我的整个家族就在这个巨大的这个风铃之上的话，你是最底下那个铃铛，我希望我在这个地方这个铃铛是不要晃的。你说你自己说了算不算？应该不算，因为上面那个力会传导过来，最终会带动着整个风铃会相互的晃动，发出声响。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好多人很痛苦，但是找不到原因。比方说我之前有一些观众就给我发信息，他说我的父母好像也很爱我，我呢也没有受过什么心理创伤，但是我心里面就是觉得很不舒服。那么有的人甚至有一种自毁的倾向，或者是觉得非常的抑郁，就从小就觉得就是哀伤。
那到底怎么回事？有可能是站在这个视角来看，有可能是站在它的系统的上游出问题了，就上面的风铃出问题了。所以家庭系统排列，它首先就是说，我要把这个风铃从你看不见的状态，把它展现出来给你看看，你们整个家庭这个乱了套的风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既然看不见怎么办呢？我找一个人来表现它。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一旦这些陌生人站到特定的这个位置上之后，他就是能够感受到那个人的状态。这就是家庭系统排列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心理学当中，它就叫做代表感应。代表好像知道你们家的事情一样，然后你去观察这些代表，可能有的是想哭、想笑、想坐、想趴，然后你作为旁观者，你就能看出来，哦，原来他们家这个地方可能出了一个问题，也有可能你们家原来有一个地方，明明有一个铃铛，你故意把它剪掉，然后放在旁边，你以为这个铃铛好像就安静了，不是，它实际上在那个地方还是有问题的，你需要把这个被剪掉的铃铛要装回去，或者把打结的地方要解开。那你说，这么神奇的一种疗法，到底是谁发明的？好想知道一下。就是这个灵魂人物就是伯特海灵格。伯特海灵格呢，他不是学院派，就是天天坐在房间里面写论文的。他本身他的人生非常的丰富和精彩。他二战的时候，他是一个德国士兵。德国士兵呢，他上过这个西线的战场，还做过盟军的战俘。所以他打过仗的过程中，他就见过那种像炼狱一样的战场的画面，所以他对人性的理解是不太一样，很深。你经历过重大的一些创伤，那么战争之后呢，他就放弃去做军人，从军人变成了一个天主教的教父，就派他去了南非传教。在南非这个地方，他待了16年。这16年，他去了一个叫做祖鲁族的一个部落。原始部落当中去生活，而这16年的部落生活就改变了他很多很多原有的一些认知，也就是他实际上很多的信息是向原始部落去学习的，因为他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在欧美的这些国家，当事人如果犯了错或者得了精神疾病，我们一般是把他隔离起来的，比方说这个人疯了，就把他送到那个精神病院，疯人院，就把他给关起来。因为我们会觉得你这个人是我们当中的异类，我们需要把你隔离起来之后来保护我们，我们需要把你给切掉。但是祖鲁族呢，跟我们是相反的。祖鲁族怎么做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生了这样的一种异常或者疾病的话，他是全村的人把这个人围在一个中间，然后呢，不是去指责，也不是去惩罚，而是所有人载歌载舞。他有一种很古老的一种仪式。在仪式的过程中，他们会说一句话，叫做“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你属于这里，那我们爱你，请你回来”。他正好相反，因为那个是把他赶走，这个地方是把他请回来。因为祖鲁族的人就会认为说，一个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不是因为这个人坏掉了，是和他祖先的链接断掉了。所以我们想重新帮他建立这个连接，让他回到我们原来这个部落当中的这个家族的系统当中来。哇，这好有爱的一面啊！所以你会发现，欧洲人当时想切除祖鲁族的人呢，是要讲完整的。海灵格就是受到他的启发，他实际上是被折服了，就是说，哦，原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真正的疗愈一个人或者是家族。那么后来海灵格呢就还俗，还俗之后呢，他就回到德国去研究心理学。他不是一开始就研究心理学的，他就把祖鲁族的这种叫做群体和归属，再结合着当时心理学当中的叫家庭治疗技术结合在一起，最终打磨出了这一套叫做家庭系统排列。所以它应该说是现代心理学技术和传统部落文化智慧当中相结合的一种法门。只是说他发现的这个规律呢，是我们平时看不见的，但是呢，它是持续不断的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总统还是一个乞丐，只要你影响到了他，就受他的影响，因为系统会自动去修正你。而这个系统本身呢，它很残酷。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些问题，你想回避不解决它，它最终可能会通过让你生病，让你破产，让你遭遇意外，让你家庭破碎，就系统不断的通过你的身体来告诉你，你看你们整个家族当中有的人可能被遗忘掉了，你们家里面的某个秩序是错的，秩序是混乱的，就相当于家族的业力通过这个人不断的在提醒。
那么影响整个家族关系的这样一个规律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判断我是不是做的好像不太对，影响到这个完整性等等？它会有3条法则。第一个法则呢叫做归属 belonging， 什么意思呢？就海灵格当时发现最容易让大家产生一些异常行为的第一点就是归属权。这个定义非常简单，就是说一个大家族当中它有好多的成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可以排除在外。就是如果说你把它排除在外的话，它会产生问题。那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很简单嘛，我们每家每户天天比方说在一起吃饭呀，过年也在一个桌子上面，没有被排除的。但实际上你回想一下，我会发现就真的你每个家族去回想一下，总会有一些人被排除在外。比方说有的人是做了丑事，比方说可能吸毒、坐牢，或者是因为一些家族的丑闻，刻意被一些家人就冷处理、忽略掉他，或者是觉得大家很耻辱，所以就不想去提起他。还有的呢是比方说父母、祖父母这些辈，他曾经堕过胎，也有可能比方说曾经有一个小儿子或小女儿意外夭折了，夭折之后按照以前的习俗他也不会去立墓，大家也不会去提起他，但是这个人其实曾经存在过。比方说你的父母曾经在他们恋爱的这个阶段，在他们结婚之前曾经跟一些人爱得死去活来，甚至比方说特别爱的过程中，家族就坚决反对，说你不要跟这个人相处了，一定要把他们分开，然后就说那你一定要让我分开的话，我恨不得去自杀。我身边就是这样的，然后去吃安眠药，最后没死成的。那么像这些情况，那个所谓的前任，他实际上也是在这个系统之内的，只是你好像刻意把他排除在外了。那么这些人虽然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他不在你的身边，但是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的能量世界当中，这些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讲的就是这个归属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可能在你吃饭的过程中，他就站在你的餐桌边上，在你生活的过程中，他就在你边上，他始终就在等着你没有安排我的座位啊。那既然你不安排我的座位，系统就有个原则叫做系统完整性。完整性的意思是说，只要你缺一个人，你没有把他请回来，他就会不死不休，绝不会善罢甘休，就说算了，我就不回来了。不，他一定要回来。比方说，如果说你家族有一个人曾经因为犯了一些错误，我们就故意把他忽略掉，我们不承认他了，就会启动一个叫代偿机制。代偿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总有子孙后代吧，从你的子孙后代当中去挑一个人去扮演或者变成那个被排除掉的那个人。这心理学这样叫纠缠，就好像那个人借尸还魂一样，在这个人身上又重现一遍。你想忘掉我，那我就通过这种方式回来告诉你，我还在这个地方。比方说，我讲一个例子，当时是一个母亲，她带一个儿子，当时上中学，15岁，来求助。她说这个小孩呢本来很乖，但是呢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啊，忽然就变得很暴躁，而且他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毛病，就喜欢偷东西。她说我们家里面也不缺钱，那为什么这个小孩去偷东西？我们管教还是比较严格的。甚至他偷完钱之后，他还去赌博，把他给输掉。这母亲就非常悲伤啊，她说我们家族其实家世很清白，家教也很严格，怎么会出了这样的孩子？我们都不知道他像谁，不知道他像谁。那么加排的过程中，就让这个母子2个人去选这个排列。那么排出来的结果就非常有意思。排出来的结果呢是有一个陌生人来代表他的儿子。那么代表他的儿子，他在那个场上会呈现出一种状态，歪着头，抖着腿，特别像什么？像那个旧上海的那种地痞流氓，那种青帮黑社会的那种感觉。于是呢，就去问他母亲，到底你们祖先祖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就知道原来这个母亲她有一个舅舅，这个舅舅当时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爱赌的赌鬼，就把整个家产给败光了。最后呢，就向周围的这些亲戚借钱，借到最后所有人都不愿意去帮他，相当于众叛亲离，最后相当于就被大家扫出门，他就死在街头。就这么一个人，那么全家人都恨他，觉得他很丢人，就把他从族谱里面除名了。这几十年时间就不会有人去提他，没有人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啊，也更加不会有人去给他扫墓。那你说，家族不想去看到这个舅舅，于是说这个舅舅的能量在这个地方，你想不去看到他，对吧？我就强行给你制造一个新舅舅，这个新舅舅就是他那个儿子。于是
就相当于让这个儿子天天来扮演这个舅舅，就天天在你眼前晃。你看你想忘掉我吧，我现在就在你眼前，别看是你儿子，就是你的舅舅。甚至这个儿子呢，就要去替这个舅舅来生活，甚至去活出他自己的命运。所以他说有一些人呢，莫名其妙的抑郁症、精神分裂，还有一些那个遗传疾病，在家排的视角当中，当然有一些可能是纯生理原因啊，但如果是跟我们的精神相关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什么舅舅啊、哥哥呀、前任呀，既然你们别人都帮他忘掉了，哎，那我作为当事人，我来代表你，相当于我把身体借给你用。我们之前讲过，其实灵魂穿越，它其实有点像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看我把我身体借给你用啊，有点吓人啊。那么这是第一个规则，叫归属。那么第二个规则是什么呢？叫序位。序位这个词，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更好理解，就是有序。一个家族当中是要讲长幼有序的，叫谁大谁小。但实际上，它家排当中的规则是要比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序列要求呢要更严苛的。它的规则不是看年龄，叫先来的人大，后来的人小。比方说，父母是大的，孩子是小的；前任是大的，现任是小的，因为你后来，这个就叫自然规律。但实际上，很多的家庭当中，他做不到。他最常见的现象呢，就是产生了一批就是把父母当孩子的孩子，就是想照顾父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见到有一些人，就是觉得，哎，我从小就特别懂事，我很早熟，哎，我看到我爸妈吵架，我比他们还急，那怎么办呢？我妈妈哭了，我觉得我要保护妈妈呀。哎，我看我爸怎么这么脆弱，这么软弱，根本就无能嘛，我来替我们家撑起这个家，我要当那个老大。于是你会发现，有的小孩子那么小就会从小察言观色，学像小大人一样去承担家庭的一些责任，懂事嘛，甚至去调解父母的矛盾。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为了让老妈开心，于是呢就跟着老妈一起去数落老爸无能。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觉得，哎，我爸很孤独嘛，我是一个女孩子怎么样，我陪我爸去抽烟喝酒，哎，好像跟他像朋友一样哈。那么我们一般人会觉得，哎，挺感动的嘛。你看这小孩很懂事，你看他扛起了家庭的责任，他对父母很关照。但是站在家庭系统排列的视角来看，它有一个词叫僭越。僭越就是你不属于这个位置，你没有资格在那个位置上，这叫僭越。比方说，我们作为一个孩子，尝试着去拯救父母的生活。当孩子开始尝试介入父母婚姻，甚至开始评判你们俩这样不对，这样对的时候，你在系统的位置就变了。你本来是他的孩子，你相当于要骑在他的头上，变得他的位置还要高，从一个下方到了他的上方，这就是一种僭越，在专业上叫做位格倒置，就有点像那个水，正常来说水流是往下的，那么爱呢，它也是往下的，就是父母给孩子，孩子我就接受爱，这叫顺应天道。但如果说你把父母当自己的孩子，虽然我们好像古代的孝经当中是这样说的，就是把自己的父母当孩子，但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逆天而行。逆天而行最大的问题就是会把孩子掏空。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小孩从小很懂事，长大往往活得很累很辛苦，身体往往也很差，常常觉得枯竭，就是能量耗尽的感觉，因为他同时背负了自己的命运，还有他妈或者他爸的命运，就相当于你一个人要承担两个人的命运，介入了别人的因果，哪怕是亲爹亲妈。特别比方说啊，我发现很多女孩子喜欢站在母亲的上面去照顾母亲，或者是她成为了父亲的一种精神伴侣。明明她是女儿，那我妈跟你不亲，那我跟你关系最好。所以这样的人往往他在现实生活中找伴侣就会比较困难，因为你怀里面已经抱了一个人了。比方说我抱了我的父亲了，那你伴侣的位置就已经被占掉了，就再也没有位置去装这个东西了。再比方说，大家很多时候对搞钱这个事情很有兴趣，跟这个也有关。比方说我明明很有才华，我工作也很努力，那我为什么就赚不到钱？或者是我赚到一点钱，到手就把它花完了。那么站在海灵格的理论当中，有一个非常知名但是很难理解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钱等于妈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从能量的角度去理解啊，就是钱的本质是什么？海灵格认为是一种能量，
是一种流动，是一种滋养，是维持生命的一种资源。而在我们的生命体验当中，你看，感受上谁跟钱最像？是母亲，因为她母乳的喂养、生活上的照顾、无条件的这种关怀，她给你的感觉和钱给你的感觉很相似。所以在潜意识深处，母亲是生命的源头，母亲也是财富的源头。所以如果跟母亲的关系是断裂的，是内心特别是叫看不起母亲的，有的是觉得母亲很俗气，有的觉得我母亲很强势，有的觉得我母亲很无能，有的是我特别恨我的母亲。你一旦跟她的能量一切断，对不起，你跟钱的能量也切断。所以如果你说我不要我妈妈了，同时你就相当于跟你的身体说钱呀我也不要你了。当然我们的头脑很活跃，说不会啊，我头脑特别想要钱。不会，你身体超级诚实。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视频讲我们身体的超能力，它会主动拒绝。所以我看过很多案例，比方说跟母亲的关系非常的冷淡，非常的对立，往往财运很波折，可能很会赚钱啊，因为他要证明自己我很好嘛，但是守不住钱，他可能赚到一点一定要花掉，或者被骗掉，或者是被赔掉，你才能安心。因为那个能量是一样的，因为会觉得我不配有这样一份钱，因为我如果连我母亲的爱都拒绝的话，我凭什么接受金钱的爱？这两个能量是一样的。这是第二个原则，叫有序。那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叫平衡 balance。这个 balance 呢，主要是讲施与受，就是我给你和得到。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般会把关系分为两种，一种呢叫亲子关系。亲子关系呢，它是不需要平衡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父母给生命，孩子接受生命，这个恩情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你怎么还也还不起，所以就不存在说我要平衡还给他，你也不需要还。你真正所谓的平衡，就是你如果受到这份爱，你就把这份爱传给下一代，就算是还了，这是一类。但是第二类就是伴侣、朋友、合伙人，它是需要有来有往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要平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种感觉是，我对你这么好，我要掏心掏肺的对你，你怎么还要离开我？海灵格就会认为，就因为你给的太多，所以对方必须要跑。就比方说啊，我们一起常常作为朋友去吃饭，每次都是我请，从来不给你机会去请，就会导致刚开始挺高兴的，你看你还请我吃饭，时间久而久之之后就有点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内心会总觉得有种，我欠你的吧，我好亏欠啊，我觉得在你面前我会有一点内疚感。那人就会为了摆脱这种内疚和自责的感觉，怎么办呢？他就会维护自己，要离开你，或者我就故意背叛你。这样的话，只要我离开你或者背叛你，我本来不是欠你的嘛，叫有份债，我就可以赖掉这笔债，我不用还了。不然你还我还不上嘛，我怎么办呢？就是我一直要还你债，我还不上，我就赖掉这个账。所以如果在伴侣的关系当中，如果我们常常会看到有的人会绝对的付出，就是超级为家里好，你看他付出好多，他本质上就是一种绝对的控制。因为当你想做一个超级付出的人的时候，那对方就没有办法去偿还，他就天然变成罪人，就有原罪一样，我天然就欠你的，他就要背叛你，所以有的人就要出轨了。什么是好的平衡呢？海灵格有个观点很有意思啊，是反常识的。我们一般会觉得有点腹黑，就是说好的关系是需要有一点点报复的。什么意思？不是说你就真的去捅他一刀这种报复，而是说如果作为伴侣你伤害了我绝对不要忍气吞声，当圣母是不行的，但你也不要加倍的报复回去，而是说带着爱意要报复回去一点点。那他这个一点点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比他给你的伤害少一点点。上次我有个朋友说，这么多年结婚这么多年了，我老公从来没有给我送过一束花，甚至今天应该我过生日了，忘记了。那这个情况下，有的人就说，说了也没有用，我就假装算了，或者忘记了，不要。但也没有必要大吵大闹，跟家里面就搞得不可开交，也没有必要。你怎么办？下次她老公不是喜欢看球吗？看球的时候，平时以前还给她买点啤酒，买点零食，对吧？我就不买，
或者那个遥控器我把你收起来，找不到遥控器了，然后说，哎，你看你上次我生日的时候你也忘记了，那你看球的时候遥控器我也找不到。就它不是很严重的那种，就是我要跟你扯平。这个扯平的意思是什么？是帮对方消除内疚，因为看起来他好像没有给你买花，好像是欠你的，是他内心知道，人骗不了自己，他很内疚。通过这种方式，你帮他还债了，就是我也欠你的，那我们债不就抵平了吗？这样的话，两个人的关系就会从一个债主和负债的人的一个不平等的上下关系，回到平等的伴侣关系上。于是这个爱的能量就可以继续去流动起来了。所以海灵格会有一个金句叫做，如果两个人完美的平衡就意味着静止就是死亡，只有带一点点亏欠的流动才是关系的生命力，就这个意思，一点点的报复，真精彩。那么就是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想有很多的很理性的一些朋友会讲，他说，哎呀，莫雅，你讲这个东西听起来有点像迷信，因为它不是通过科学的这种双盲实验进行研究的。哎，你讲什么能量场，什么感应，我也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可以从生物学的视角去解读它。比方说，你是没有看到过跑到那个战场当中去参加战争的那个祖父啊，你跟刚才那个故事也没有关系，对吧？但是科学的视角会揭示出一个规律，就是我们的大脑不记得它，但是我们的身体会记得它。这里面有一个证据是二战时候的，就是1944年冬天的时候，纳粹就封锁了整个荷兰，所以当时荷兰就产生了大饥荒。那个时候很多孕妇每天吃的那个卡路里的能量是500卡路里，500卡路里相当于多少米饭啊？大概1碗半吧。全天所有的啊，在这种情况下要生孩子。那么几十年之后呢，科学家就去追踪这一批叫饥荒婴儿，在这种情况下生下来的孩子，会发现他们成年之后患肥胖、患糖尿病、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要比正常人高好几倍。这个好理解，对吧？因为匮乏嘛，所以娘胎里面就营养不良，那成年之后就一定要想多吃一点。但是问题是，到了他孙子这一辈的时候，那你说你当时匮乏，你孙子这一辈已经不匮乏了，对吧？从小他们那时候牛奶面包也是管够的，但这群孩子仍然出现了很高很高的肥胖率，还有代谢异常。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极度饥饿、极度恐慌的这种创伤的体验，它并没有说因为祖父母的这些死亡就消失了。我们前面介绍过，当时讲这个小白鼠一个实验啊，就是它通过叫 DNA 甲基化的机制，就在遗传的过程中就可以传递给子孙后代，就相当于我们的基因就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多囤一点脂肪，防着万一有饥荒的时候就危险了。这叫表观遗传学。那么表观遗传学就发现创伤就可以遗传。我没有参加过战争，我祖父母参加过战争，于是我可能就遗传了他对战争这种饥饿的这种恐慌和焦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要多吃东西，莫名其妙。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焦虑，就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祖先当中有类似经历过的一些创伤。既然我们刚刚说这些事情看上去好像家族对我们的影响这么深远，好像对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以前的祖父母、父母所经历的事情决定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只能按照他们以前的经历就这样走下去？当然不是啊，因为海灵格它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看见就是疗愈的开始，就我要看见这些事情，说所有的这些风铃的这个纠缠之所以会持续，是因为我看不见它，我盲目的，是无意识的。他有句话就是就像一个房子里面有个怪物一样，你一旦把这个灯打开，怪物就消失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觉得好像不断的在重复家族的这种悲剧，或者觉得背负了一些不该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负担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去参加一些那种工作坊，价格会比较高。你也可以自己在屏幕面前做一个简单的叫切断与归还的仪式。这个仪式怎么做呢？首先一定要找个安静的时间，一定要安静，就不被打扰。然后呢，其次呢，你是要闭上眼睛去深呼吸。首先，比方说我们先调整一下呼吸，叫478嘛，就是我们吸气4秒，然后悬着7秒，我们
缓慢的去呼气8秒。我们再来一次哈，吸气4秒，悬在这里7秒，呼气。当然你可以多做几次。当你平静下来之后，想象你的父母就站在你的面前，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纠缠的对象，比方说早逝的一些亲人，或者从未谋面的一些堕胎的一些亲人，你想象他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在心里面对着他们说几句像魔法一样的咒语。你在说的过程中，你要感受到每个字的分量。比方说跟父母第一句话就是对序位的确认，就是亲爱的爸爸妈妈，你是大的，我是小的，你是大的，我是小的，你给我接受。你可以多重复几次。这句话呢，就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想背负父母重担的一些孩子，从父母的位置上退下来，重新回到孩子的位置上。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呢，是对命运的尊重，我尊重你的命运，也尊重你为此付出的代价，我把你留给你的命运。我们不去评判我们的父母过得好不好，我们也不要觉得父母好像很可怜，因为同情是另外一种的傲慢，只有尊重他们，把原本是他们的留给他们自己，让我们自己从他们的烂摊子当中抽身。那么第三句是最重要的一句，是对负面链接的切断。这属于你的，请你把它拿回去。想象一下就是你可能有一些焦虑呀、恐惧啊、愤怒啊，一些奇怪的疾病，你拿在手上像一个很重的一个黑箱子或者黑包裹一样，你还给他们。这属于你的，请把它拿回去。这属于我的，我会好好留着。那么你可以说1次、2次、3次，你感受到那个能量之后，你在心中感觉我最后转过身去。转过身去之后，想象你的父母还有你的祖先，他从你的面前变成你的身后，就他不再去阻挡你往前走的那个路了，而是当你归还给他们之后，他们就变成你身后的靠山。你从他们那个地方可以汲取到力量，然后你借助他们的力量，你可以走出自己的未来。这是一个小的仪式。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聊自由，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特别喜欢聊原生家庭。我们读了很多的书，分析很多原因，得了很多结论，说我这么敏感是因为我妈非常的强势，我这么自卑是因为我父亲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缺席。我们会学很多的书，看很多的资料，甚至拿这个量表测自己。有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开始指责自己的父母，觉得我是完美受害者。但是海灵格有个观点叫做忍受痛苦比解决问题容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指责和抱怨父母是容易的，而改变自己是难的。因为我们去抱怨他们，虽然是痛苦的，但是可以让我们免于承担自己成长的责任。只要我不原谅他们，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过得一塌糊涂，因为是我父母害的呀，跟我有什么关系？而真正的走出来，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就跟我的父母彻底决裂，也不是说一定要离家出走，那也不是一种自由，就是极端的分开和极端的一定要在一起都不自由。而在海灵格的心目当中，真正的自由叫臣服。他用的这个词很有意思，不是说我们跟父母低头认错，而是说我向客观的事实低头臣服。这是一种斯多葛学派的一种智慧，是说我就要承认我爸妈天生就是不完美的，他们可能能力很有限，可能浑身有缺点，可能他们也没有学会爱我们的方式，但是呢，他给了我们一个很珍贵的礼物，就是生命。我只要现在拿到这个生命，我已经赢了。其他的部分，比方说钱、爱、关注、安全感，那个是我们可以自己去挣的，而不是说像他们一定要去索取。就有点像什么，就是我们打牌，
有的时候这个打牌啊，拿到的是一手烂牌。那有的人说我这个烂牌我就不想打了，或者是抱怨说你这个牌给我发的不好，我这一局一定输了。但是高手不是这样的，高手可能是这个牌是不太好，但不代表不能打，就是我拿这张牌打出它最好的那个分，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国人说的叫做尽人事，或者叫知命不认命。所以我们今天讲家庭系统排列，是帮我们去剪断那些不该有的牵挂，有一些属于祖先的就还给他们，而还给他们之后，把他们从我们通向未来的那个路上，变成我们身后的那个靠山。正好也快新年了，就别把我们旧年的这些业力带到新的一年。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观看，也感谢你的点赞、分享、评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